幸运啊，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，不能整天工作事业事业工作，也该找个对象了啊，要不然再晚了生孩子就困难了。妈，我这忙着呢，根本就没时间。哎呀，你说说你，你再忙还能有你姐忙啊？啊，你看你姐，人家是当着社长，开着客栈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该结婚结婚，该生孩子生孩子，人家什么都没耽误。是啊，我这也纳闷呢。妈，你说我姐咋那么大精神头啊？哎，我这每天啊，光是上个班，回到家累得跟狗似的，啥也不想干，就想睡觉。谁知道你整天都忙什么呢？还整天嚷嚷着累。那我就是累嘛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姐，你幸福回来了。你没吃饭吧？正好吃口面。你找我啥事儿啊？是万传家让你找我的吗？要是水尾村的事儿，你就免开封口了啊。姐，我这正跟妈说着呢，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哪来那么大精神头，有你事儿没你事儿都插一脚。你说这又不是咱家的事儿，你管人家那闲事儿干啥呀？行行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真不是为别人来劝你啥，你是我姐，我是你亲妹，我可不是为你好吗？我是真心劝你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没必要去得罪那么多人，何苦呢？幸运，我懒得再跟你啰嗦一遍。但我劝你啊，你虽然是他们的律师，但是如果他们真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，你必须要坚持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、助纣为虐。幸运啊，你姐说的对，你得听你姐的啊。妈，你啥也不知道，在这一唱一和的干啥呢？姐，那要万一是你错了呢？我也想我错了呀，我巴不得不是他们做的。那万一我要是对了呢？那你就更不能管了。你知道，如果真的因为他们偷牌造成了人身伤害还有污染，那意味着啥吗？这肇事人是要判刑进监狱的，那人家能不跟你拼命吗？我真不是吓唬你啊，就我们韩主任那人一肚子的坏水，他能出什么坏主意，我真是不知道。枪打出头鸟，你别管了好不好？幸福，要这样的话，他们愿意打，让他们去打吧。对，你就别出头张罗这事儿了，你说呢？没良心！我打死你个胳膊肘往外拐！胆小鬼，有本事别跑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路过，你流血了，赶紧去医院吧。没什么大事儿，皮外伤，回家以后啊，好好休息，伤口别沾水，啊。好，知道了。你看见打你的人了吗？没看见。但我知道他们为啥打我。为啥呀？因为我张罗着水尾村的人打官司，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。那你不恨那些打你的人吗？有啥好恨的？那是因为他们都不懂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他们是会明白的。我其实就是为大家好。所以他们现在对我有误解，我也能理解。
你们家杠子早该成亲了。都愁死我了，找不着啊，着急着呢我。哎，说你们多好，你说。哎呀，又回来了吧？我看看去。幸福，杠子妈来了，说找你有事儿。幸福，哎，婶子，哎，你这是咋了？哦，没事，让人拿石头砸了一下。哟，快坐下。这伤的重不重啊？谁这么缺德呀？咱乱扔石头，把人砸坏了咋办？我看事儿嘛，医生都给包好了，没大事儿。这肯定是有人故意使坏，缺德鬼！哎，婶子，您找我啥事儿啊？我就是过来想劝劝你，水尾村的事儿啊，你就别再张罗了。你说现在大伙儿都盼着咱们万家庄能拿下全国创富村的称号，万家庄火了，我们做民宿的也可以沾沾光。可你这一打官司，万一把这好事儿给搅黄了，这不就断了大家的财路吗？婶子，你跟大伙儿说，水好自然就养得住鱼，那水都污染了，有鱼也养不住。你这话说的倒没错，可眼前都顾不上，哪谈得了以后啊？行了，别瞎折腾了，先保住小命吧，早回屋歇着去。对，赶紧去躺着吧，这2天可别出门。怎么了这是？没事儿。啥没事儿？让人砸的。就是水尾村的事儿，这闲事以后你可别管了。没大事儿。青来，你干嘛去？青来，慢出去！来了，谁呀？这大晚上的，来了，慢出去！哎，庆来，大哥，我找范书记。啊，里面呢？慢出去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这是？范书记啊，怎么了？有人拿石头把我们家幸福砸了啊！这事你们管不管？不，你们要是不管，我自己管。我就是把万家庄兴个底朝天，我得把这个人揪出来，我也让他尝尝黑地里挨这个石头砸的滋味。我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就刚刚。我知道我们家幸福张罗这个水尾村的人给厂里打官司，有人生他的气，但是有事说事，有理说理，为什么要拿石头砸人家呢？你别着急啊，起来，知不知道谁干的？我不知道谁干的呀。马上给我查清楚，谁干这种缺德事儿？我们万家庄啊，是省里的模范村、文明村，竟然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来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打村干部的脸，打全体村民的脸。行，消消气啊，消消气。我查，青兰你放心吧啊，我知道这个事儿了，我肯定把它查清楚。不过你回去啊，你也劝劝幸福啊，我估计也是谁一时气不过，所以才会。谁气不过？谁？我怎么知道谁气不过呀？我就随口一猜，我这是。那我就看看你猜那个人到底是谁。本来我想这个事儿啊，能够尽量的调解，尽量的不要打官司。这么一来啊，我还支持他们打官司了。我到底就是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过来，怎么了？过来，盖戳奖励你，知道护老婆了。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我老婆孩子。说你胖你就喘。不过其实你也没必要去找万书记。要不明天我去找万书记说一声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我这砸一下就砸一下吧，没大事儿，就别查了。为啥呀？因为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打官司主要是为了查清污染源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知道，但是居然有人干这种事情，真的太过分了。就连书记都觉得这里没有猫腻，而且书记还说他支持水尾村的人打官司。是吗？骗你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回来之前，我还担心是不是我真的多管闲事儿了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你干嘛这么想呢？我本来以为那些受害的村民会很积极地参加集体诉讼呢，没想到他们平时对这事儿都义愤填膺的，可一说到打官司，他们
都有顾虑。这也很正常，毕竟水尾村合进了万家庄，归万家庄管，那他们有各种担心，这也很正常嘛，是不是？行了，别想了啊，今晚早点睡啊，快点，来。哎，乖乖睡觉，听话，快点啊！闭眼。都是水尾村的人，都是水尾村的，来了一大堆人。听说你伤着了，都来看你呢。媳妇儿，这衣服都不穿呢啊，着凉了。来，星月，哎呦，你咋来了？哎呀，你伤的咋样啊？没事儿，一点皮外伤。说了让你别管了，非不听。妈听说这都要急死了，非要过来看你。我这好说歹说，她才没来的。妈还说让你千万不许再当出头鸟了啊！知道知道。哎呀，哎，快点，大伙，幸福起来了，快点！李奶奶，快！慢点！哎，李奶奶，哎，慢点啊！李奶奶你也来了？哎呀，没事。哎呀，怎么还没事了？真没事，没事了，快好了啊，不疼了。何经理，我跟你讲啊，大伙一听说你为了俺们的事儿被人给打了，都气坏了。何经理，俺们商量过了，你就给俺们说个人名，俺们现在就冲到他家找他算账去。对，经理，谁打的？你告诉我，你揍他去。黑灯瞎火的，我也没看清楚。我这点小伤真没事儿，大家别担心，没事儿。哎呀，何经理，本来我们村好多人都说来看你，可是为了上回集体诉讼的事啊，他们都不好意思来。你说现在你为了我们吧，头都受伤了，我们大家伙就觉得呀，再不能当这个缩头乌龟了。这些人他们太欺负人了，是不是？本来我们还觉得这个官司要不要打呢，被他们这么一弄啊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官司呀，还非打不可了，是不是？咱不能让幸福为咱们白受伤，对不对？这血真的不能白流。这官司我们打定了，血不能白流，一定要打。一定要打。那都说好了，你们真的要打？打！你放心，何经理，我们都说好了，家家户户都签。你说你不知道，啊？我不管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，反正这次老万是动了真火了，让彻查，你得给我弄个说法出来，不然我交不了差。哎呀，不是，我上哪儿去给你弄说法啊？你现在万家庄讨厌何幸福的不是一个两个呀，谁不烦他多管闲事啊？都怕他断了自己财路。我可以挨个去问，但我得有那功夫啊。我不管你有没有功夫啊，水尾村跟咱们打官司是冲着保健品厂来的，你的屁股底下干不干净，你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。怎么着，到现在了啊，你想提起裤子来，你想走，想留个烂摊子让我自己收拾，门都没有。你看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啊？还是你不服气啊？哎，行，我去查啊，我查。有的，大哥。哎呦，万书记来了！哎，桂枝，万书记来了！哎，我来看看幸福。屋里坐吧。万书记，在外边吧。万书记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这回幸亏是块小石头，那下回给我们一闷棍，那不闹出人命来了吗？多大仇啊，下这么黑的手！老嫂子别着急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只要我万善堂还当1天书记，在我万家庄的地面上，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。
谢谢书记。带我去看看幸福。哎，对对，不在。啊，一大早水尾村来了一堆人来看他，说着说着，怎么又跑水尾村去了？我拦都拦不住啊。我看你们这个儿媳妇啊，真是个倔丫头。不要说就这一块小石头，她要认准的事儿啊，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老大，来喝一个。老吴啊，我憋屈啊！你是我姓莫的啊，不是他们兴万家雇的打工的，我是合资方派来的代表，我是保健品厂的总经理。我做这事怎么了？啊，我当然有权利做这事了。说实话，你说我们，啊，当初那个偷牌为了什么呀？那不就是为了公司啊省点成本，啊，为了公司多产生点效益吗？这可好，这别人还没说什么呢，他先给你来个一推二五，把所有屎盆子全顶咱们脑袋上了。有功啊，他去抢，碰到屎盆子了，他人躲得远远的。哎，你说，这种领导，你跟他干什么？你累得死去活来的，最后他把你出卖了。毛总，还是跟着您这样的领导，我们心里踏实。您肯定不会像小万总那样，把责任都推给下边的人，是吧？来，毛总，我敬您一杯啊！哎呀，老吴啊，学会说话了啊，多学习嘛。行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了。我今天约你出来啊，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看看怎么把这事折过去。哎呀，怎么折呀？你还不了解万书记的脾气吗？他眼睛里可不容沙子呀。你要是折不好，都得把自己给折进去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一个字儿，就解决了。一个字儿。拖。拖。拖。我不是那个万传家，要是跟我要说法怎么办？你就说现在还没查出头绪啊，他能把你怎么着啊？至于万书记那儿啊，就让他父子俩去掐吧。哎呀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嗯，你小子，你小子可以，你小子拖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找那几个人靠谱吗？哎，放心吧，他们几个您就不用担心了。我的人归我管，我自有我的办法。你听说了没有？何幸福那个小媳妇儿，好像还没有死心呢。她是隔三差五就往水尾村跑，得想个办法治治她。只要把她治了，其他人就好办了。不容易啊！这个小媳妇自打嫁到了万家庄当天，直接就给小万总开了瓢。我看呢，就没有他不敢干的。哎，你说也是怪了哈。你按照万传家那个脾气，他不应该对那个小媳妇儿认怂啊。哎，但他好像真的就不敢跟那小媳妇儿叫板，而且呢，还针对那个王家呢很客气。哎呀，还真是，这王家呀是小门小姓，过去在万家庄是最没地位的。哎，也奇了怪了，自打何幸福嫁进来以后，还真转了运了。这又挣钱又出名的，我看这小媳妇儿啊，还真是王家的福星。屁！哼，我倒要看看，他这福星能不能保佑他。嗯，对，这回啊，咱就给他来点有技术含量的。嗯，不过万传家可能要受点委屈了，但是活该啊！谁让他把黑锅子扣咱们身上的，让他脸上也沾点灰，这样也算公平。嗯，毛总，啥主意啊？你就别问了，把你自己事儿管好，然后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
今天给你们发红包啊，为什么给你们发红包？你们几个心里也都清楚。都学学闷葫芦，别整天就知道喝酒，一喝大了就胡说八道，把嘴都给我闭上。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，谁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敢保证，到时候出了事儿，第一个倒霉的肯定是你们。都好好掂量掂量我说的话，啊！好嘞，行，这份您拿走。哎，好了。哎，这份留在我这儿啊。哎，好了，大孙子过来，去吧，宝贝。王律师，来喝杯水。啊，好。甭忙活了，真的幸福啊。何经理，您好。我请你看看对，在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好。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派。签完一次，一会儿摁个手柄。哦，在您的手。王律师，一共25份委托协议全在这儿了。哎呦，幸福，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应该的。接下来要辛苦你们了。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嗯。好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啊。回来了，哟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去看看秀玉，一进门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了，不吃饭不说话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是吗？啊，秀玉，是我。啥事儿啊？你跟嫂子说。啥事儿啊？啥事儿啊？出啥事儿了？你没看客栈和合作社的官网留言吧？我还没来得及看呢。怎么了？你先看看。啥呀？这些混账王八蛋，胡说些什么呢？说我是塑料花，说我是乡镇企业联合生产的劣质品，还说幸福客栈是靠色相招来生意的，越说越难听，你自己看吧。这都能骂出花来了。我觉得是有人诚心雇水军，诚心黑我们。你别理他们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自己清白。他们说黑就能成黑的了。你不知道，在网上黑的想洗成白的不容易，但是白的想弄成黑的，分分钟的事儿。那你说是谁黑我们啊？万传家，我找他去。哎，不是，万传家也捎带被黑了。他也被黑了。看到了。秀玉，别难过，有嫂子呢。嫂子非把这王八蛋给揪出来不可。算了，你就当被狗咬了一口。这要是狗就算了，这种人就是恶人，还不如狗呢。这恶人你不把他揪出来，不治他，他们还会祸害别人。你不知道，这些水军，你越反驳他们，他们越来劲。那也不能由着他们胡说八道吧。我也雇水军，我雇一大堆水军，
我非要跟他掰扯清楚，给他怼回去。那你要是把他们惹急了呢？他们再到网上人肉我，那回头再把传美那件事情扯出来，我倒是没啥。那传美又出事咋办？我一直以为我能走出一条路呢，没想到世上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我，根本就走不出去。谁给你系的绳子，还得谁给你解开。你老实跟我说啊，这个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啊？你要是让我查出来这个事儿跟你有关系啊，姓莫的，你就活到头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？我对那个网络是一窍我都不通。不是你还能是谁呀？啊，下三滥的事你干得少吗？不，真不是，就是网上一些无聊的人说的一些无聊的话。我说你干嘛生那么大气啊？你说我干嘛生那么大气啊？这事儿肯定有人背后搞鬼。这话用你说呀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何律师啊，啊，你说你姐为了水尾村的事儿得罪了这么多的人，是她自找的，她不爱出风头吗？这下如她所愿了。哎，行了，你闭嘴吧，别说风凉话了。你赶紧去把这个事儿给我摆平了啊！哎呀，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啊，这需要花钱呢。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，该花多少花多少，你赶紧去就完了。行，有您这一句话，我立刻去办。你有什么事啊？我正在准备应诉材料呢，但是厂里办公室人说有一些材料莫总交代不让我看，我把丑话说前头啊，到时候因为材料不充分打出了官司，别怪我们。莫总交代不让看，他交代的算个屁呀！你跟办公室的人说啊，我交代的，我说的，所有人必须配合你准备这个应诉材料，谁有任何疑问直接来找我。行，就要你这句话。对了，万传家，你得赶紧督着这个莫总，把这网上的事平息了。这网络势力一旦发酵起来，非常可怕，没准儿再把传美的事扯出来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这谁写的？这都是。应该是有人雇了水军，故意在网上黑我们。打官司的事我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你们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胡说八道？幸福，你别怕，我马上找人查，看看到底谁干。万书记，我找您不是说这个，是为了传美。这是跟传媒有什么关系啊？您可能对网络环境不太熟悉，但您应该听说过“人肉”这个词儿吧？人肉就是搜索的那种吧？啊，网络舆论一旦发酵起来，很难控制。秀玉也算是个网红，就怕万一到时候大家一人肉秀玉，就会把那件事牵扯进来。秀玉还好，就是担心传美，怕她承受不住这个压力。幸福啊，你可真是个善良的孩子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能想到传媒？这件事儿，我们家真是惭愧。要不是上回传美回来要死要活的，我也不会那么努力的帮他遮着盖着，让秀玉受这么大委屈。万书记，我理解您作为父亲的心情。啊，这事已经过去了，您把传美的电话给我吧，我回头约他聊一聊。就算是帮不上啥忙，也至少提前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心里好有个准备。当然，我们也一定会尽全力，不让事态发展到那一步。这就太好了。我也希望你，当着面跟他好好聊聊。我这两个孩子呀，要是能够有你1/10的胸怀，我也就知足了。我这个爹当的不合格。
何律师啊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那个，我有事儿先回城了。那你明天还来吧？不一定。善堂，啊，善堂，哎呦，兄弟，我来了。哎呦，真是好兄弟，你还真给我拿来了。那你看，来，你坐啊，我拿酒去。哎，我就知道你得喝点儿，酱牛肉、凉菜都给你买来了。来，哎呀，这回就咱哥俩了，哎，喝点。哟，还真是老马家的哈。这不能骗你吗？哎呀，哎，孩子们呢？都没在家啊？传家还没回来呢。儿媳妇带着孩子回去看老人去。我说给我打电话要喝老马这羊汤呢，没人给做饭了是吧？谢谢爸，还真不是，我呀心里有点堵得慌，想找个知近的朋友聊聊天。咋了？出事了？没事，喝点酒。哎呀，这是水尾村的事儿。哎呀，也是，也不是。兄弟啊，你觉得传家这孩子怎么样了？这忽然问这个？你是老公安了吧？都说你眼毒，看人准，听听你的。哎，别听他们瞎说，毒啥毒？不过是见的人多了，有点自己的感受罢了。那你就说说你的感受。哎呦，传家这孩子呢，聪明能干，脑瓜也好使，这脾气呢，也随了你。其实我觉得，他一直有意的在学你，不过学了有点纰漏。你接着说。哎，传家这孩子的性子，从骨子里论，他比你软多了。他觉得，就得像你这样。啊，敢发脾气，敢拍板儿，才能像你一样服众。虚张声势呗。在困难面前呢，他没有你意志坚定；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没有你立场坚定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没有你那颗无私的心。所以啊，你能做到无欲则刚，他做不到。你看啊，你能瞪着眼睛跟人发脾气、骂人，大伙儿是真怕你，但是也真敬你。他发脾气骂人，大伙儿只怕他，不敬他。这些话你都不早跟我说呢。嗨。真话不中听啊！哼，有人爱听，有人不爱听啊。有些时候啊，说了也是白说，招人烦。要不说你是滑头呢？那你再跟我说点真话。你对水尾村官司这个事儿怎么看？毛主席说过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那这么说，他们怀疑的是真的？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不过呢，也别拿大伙儿当傻子，啊，3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。呵呵，你呀，你根本就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堵心，更不是那个什么称号，而是传家。你担心传家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？如果处理不好，传家还能不能继续当这个集团总经理？作为支部书记，你在考察他。可是作为父亲，
你是真担心你儿子考不及格啊？啊？你确实是个老滑头，哼，眼毒。你看你嘻嘻哈哈的啊，到处当和事佬，到处和稀泥。你是哑巴吃饺子，心里有数。哎，你再给我和一回稀泥，你看看这堆烂泥，我能不能扶上墙？你这阵子不是一直在考察他吗？那，你儿子能不能考及格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不是我。快吃吧，凉了。敬你一个。哎。传媒。幸福姐，坐。女士，请问喝点什么？咖啡，谢谢。啊，好。我之前都是听外书记提起你，说你从小是被你哥拉扯大的，说你们兄妹俩都挺不容易的。你领着秀玉的名字，过了那么多年，难受不？幸福姐，我今天升职做财务主管了，同事都祝贺我说：“秀玉，恭喜你。”你知道我内心的感受吗？我宁可他们不要理会我。我今天特别想听到别人能叫我一声传媒，没想到这个人是你。我更没想到，我听到自己的名字会吓一跳。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。没事，犯错不怕，知错就改就行了。幸福姐，我还能有改的机会吗？会有的，只要你真心想改，就一定会有机会的。谢谢。对了，幸福姐，我一直都挺关注秀玉的，我几乎天天都会上官网看她的动态。我看她现在当网红了，我真的很替她高兴。但为什么网上骂她和幸福客栈，她也不回应啊？因为她怕激怒那些人。万一那些网民去人肉秀玉，牵扯出你们那件事儿咋办？你能承受不？所以他选择沉默，宁可被辱骂，宁可被欺负。他也没有还嘴，也没有站出来做任何解释。幸福姐，其实我这些年一直都活在恐惧跟内疚中。自打上了大学，每次放假，我也不敢回家，我就去西北山村支教，看着那些天真快乐的孩子，还有他们干净的笑容，我真的特别羡慕他们。只有跟他们在一起，我才觉得我是真的放松。如果老天爷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不会再做这么蠢的事儿了。可是我没有勇气，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。我一想到我要面对这一切，我就害怕的要命，我恨不得我一死了之。妹子，
谁这一辈子不会遇到点事儿啊？这人生嘛，就跟那电视剧的剧情一样，起起伏伏的。遇到坎儿了，迈过去就好了。是，一开始是挺艰难的，咬牙扛，扛过去了，你就自由了。你跟秀玉就都自由了。你未来的路还那么长，不能让自己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名字里啊。要不然这件错事儿在你心里就像一块冰一样，你只有把它拿出来放在阳光下，它才有可能化掉，你才能有灿烂的笑容。